各位好，你看我今天穿这身有一个学名啊，叫老头衫儿这个不重要，今天不是要聊这个啊。前2天啊，有一个本来是想作为跟我的订阅用户之间互动一下啊，这么一个节目，但是没想到呢，这个播放量一下子突破常规了哈。我一般一段视频的播放量能够达到200，就算还蛮不错了。但是那期视频发完之后呢，就是应该24小时之内应该有2000了吧？所以我也在反思啊，那个为什么这个自己没有预料到啊，定位如此不准确。本来是想着一个播放量会比较低，就是咱们订阅这个观众之间互相聊聊天，不会有什么其他人看的东西。没想到又这个成为了一个热点啊，热点视频。那我自己频道的热点视频哈。那我后来反思呢，我也会觉得可能是标题的原因吧，因为当然我自认为我一直都不是标题党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做见证。那我这个视频的标题呢，写的有3段话，因为我是针对3个观众的留言嘛。那第一段话就是在中国大陆使用海外版 iPhone 会更安全嘛？我估计十有八九是这句话引来了更多的播放次数、观看量等等等等吧。因为在这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当中，更多的都是在聊这个问题啊。至于我后面2个问题，好像就完全的被淹没下去了。我反思这个也不能怪大家，因为我整个视频的长度而言，确实聊第一点占用了绝大部分的篇幅。那由此而来呢，就引出了今天我想录这期节目的初衷了啊。就是因为那期节目太火了，所以有很多的应该是非订阅的观众前来留言和讨论，那就引出了各种我可能自己不太会想到的一些话题跟内容，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今天再录一期类似的视频，和长期关注我的观众们啊，去分享一下啊，我觉得这些非常有意思、有意义，值得拿出来聊一聊的这些话题。那第一个呢，就是重提一下关于 FaceTime 诈骗这件事情啊。我当时专门也录过专题的视频，而且呢，这个播放量也还不错的啊。但是呢，后来不断的又有观众留言说，可能他经常是用 FaceTime 音频的方式，然后说每次用一次 FaceTime 音频都会有当地的派出所打电话来善意的提醒你是不是会接到诈骗电话呀，等等等等。那这个其实让我有了一个想法，就是派出所是怎么知道你使用了 FaceTime 音频这种聊天这个沟通方式的？那理论上来讲呢 ，FaceTime 是 Apple 自己的服务，而且它在整个的通话过程当中都是使用端对端加密的。内容还是保守点讲吧，内容我个人认为是绝对不会被暴露出去的啊。那么有可能的就是，除了 Apple 以外，会有其他的一些方面去知晓你使用了 FaceTime。那其实，如果你往这个方面去想的话呢，最有可能的一个方面就是你的手机号码了，因为一般来讲啊，99%的用户吧，包括我自己在内，默认的，只要你是 iPhone 啊，默认的打开 FaceTime 的方式都是用手机号码，所以我立刻就发了一个帖子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如果你还没看过，你也可以翻开我这个帖子看一下。我说，如果各位把你们的 FaceTime 的联系方式由手机改成 Apple ID， 会不会更好？那没想到马上就有观众留言说，确实改完了之后就没有再收到诈骗电话了。那我更想知道的是，Apple 的 FaceTime 包括 iMessage 和运营商的一些关系啊，这个我不知道啊，我虚心向大家求教。
就是 iMessage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 FaceTime 大家应该有印象，在刚刚激活 iPhone 的时候，系统会跳出一个提示说，如果你要这个向运营商注册 FaceTime 这个服务的话，运营商可能会向你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是目前来讲，据我了解，在中国大陆境内3家运营商，可能第4家也算在内吧，都其实是不收费的。但是这个细节，我现在回头想来呢，可能有一个环节是，Apple 要通过运营商的电话号码来向运营商去注册说，你这个电话号码将会被我用来使用 FaceTime。那我早先是以为就是注册一下就好了，问题也不是多大。但是根据大家最近提供的一些信息呢，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注册完就完事儿这么简单。估计是不是你每次使用电话号码进行 FaceTime 呼叫的时候，其实Apple 的这个系统和运营商这个手机号码的系统之间也会有一些交互，这个是我的猜测啊。那这样的话，可能真的就会更多的暴露一些啊，最起码对于运营商来讲，他是知道哪一个号码是使用 iPhone 的。那因为你用安卓或者用其他品牌，你是不可能激活 FaceTime 的啊，这个是 iPhone 独享的一个功能。我没说错，注意这个用词，我说的是 iPhone 独享的功能，一点都没错。虽然说 Apple 其他的产品也都有 FaceTime 和 iMessage 功能，包括 Apple Watch， 但是只有 iPhone 的 FaceTime 和 iMessage 这2个功能是需要跟手机号码去绑定和注册的。比如说拿我家的孩子举个例子吧，我家孩子用的是 iPad， 他们还没有 iPhone， 但是我们家人之间也经常利用 FaceTime 去和小孩子聊天联系，包括我自己。那么用什么方式？他没有电话号码，所以其实对于他来讲，他用的一直是邮箱，一直是 Apple ID， 在使用体验上完全无差别，但是他就是没有注册电话号码这一步，因为他没有 iPhone， 他只有 iPad， 他连默认的这个电话号码的选项都没有。那所以我相信这种是特例了，那大部分的用户应该都是从手机端开始打开的 FaceTime。如果是老用户，您注意一些 FaceTime 的设置上的细节，你会发现 iPhone 是可以iPhone 是可以仅仅使用手机号码来进行 FaceTime 的。你甚至可以不用在 FaceTime 的设置当中去登录你的 Apple ID， 因为我的手机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故障，就是Apple ID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从 FaceTime 当中登出了。注意，我说的不是说我的 iCloud 账号登出了，我也没有说我的这个 App Store 的账号登出了，在系统层面它是完整的，Apple ID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仅仅是 FaceTime 这一个 App 的设置当中，它把 Apple ID 的账号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登出了一下，然后我收到了一个提示，然后我进去一看呢，果然我能够使用的 FaceTime 的方式就只有手机号码了，没有 Apple ID 了。当然了，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也懒得去搞它后面到底怎么原因。你只要再点一下使用 Apple ID 登录，输入你的 Apple ID 跟密码之后，好，那我的 Apple ID 就回来了。所以如果你是初级用户的话，听到这儿，我想你应该明白一件事儿，就是如果是在 iPhone 上面 FaceTime 它是有2种渠道进行注册跟呼叫的，一个是电话号码，一个是 Apple ID， 甚至有可能你如果没有 Apple ID 的情况下，你都能够使用这个 FaceTime， 因为它可以通过你的手机号码来进行 FaceTime 通话。那也就是说，手机号码跟 Apple ID 你任有一个都可以是这样的一层关系。那如果我在想，大家如果想在防欺诈，或者是您不想让运营商知道你什么时间使用了 Apple 的 FaceTime 服务的话，那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就是我直接把手机的 FaceTime 这个勾勾给勾掉
我只用我的 Apple ID 来跟其他人进行 FaceTime 通话。那我应该能够确定，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我不说能够消除诈骗电话，但是起码诈骗的 FaceTime 电话，我目前收到的反馈会是，其实我收到的样本量说实话不够了，就那么1-2个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收到的反馈是100%没有了。虽然说我也收到一些观众的反馈说，中国大陆版本的 iPhone，单独的被关怀了一下，是吧？这个我不确定啊，我是看我这个观众留言说的，就是Apple 专门为中国大陆行货的 iPhone 推出了一个更新，而这个更新的作用就专门是阻止 FaceTime 诈骗电话的一个更新，而其他版本没有，这个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提供给大家的信息是，我现在用的是海外版本的 iPhone， 我没有收到类似的更新。那可能你更新过这个补丁之后呢，你就算不去做这个设置上的修改，应该也能够很大程度上的避免掉 FaceTime 诈骗了。而我也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国内的 FaceTime 诈骗应该也就降温下去了，应该就算是被打压下去了吧，可能还有一些这个余震啊，但是风头已经下去了，有这种感觉啊。但是我仍然想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就是说，我感同身受一下，如果是我知道了这些信息，其实我不太想让我的手机运营商的服务器后台得知我何时使用了 FaceTime。所以我其实现在就是把我的 FaceTime 的联系方式给改了，以后我的主叫方式跟被叫方式都不用手机号码，而全用我的 Apple ID 的邮箱。所以呢，方式我也分享给大家，官网的官方的这个设置的链接我已经放到了我的帖子里面，在本视频下方我应该也会放一个，你可以打开我的视频说明，把它展开去看一下啊，里面我应该会放一个详细的设置的链接。在节目当中呢，我也给大家看一个截图，它长得是这样子的，大概的路径应该是你打开 iPhone 的设置，找到 FaceTime 通话，然后点进去之后呢，你应该会发现一个叫做发送与接收的选项，然后你把它点进去之后，你应该会看到现在我放到屏幕上的这张图片。那根据这张图片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可以有很多个勾勾的，对吧？上面的2个勾是这个接收的方式，下面呢2行是拨打的方式。那以这张照片为例，它是一个电话号码加一个 iCloud 邮箱，那 iCloud 邮箱就是 Apple ID 嘛，所以现在这个图片它所展示的是用电话号码和 Apple ID 都可以呼叫到这个机主，而当这个机主去呼叫别人的时候，他使用的是他的电话号码，而不是他的 Apple ID。那根据我刚才说的，你一旦找到这个设置，你就可以把电话号码前面的勾全都去掉，只保留 Apple ID 的勾。而且有一个好处是 Apple ID 是可以登记备用邮箱的。那如果我就是这样子，我有4个 Apple ID 的邮箱，都是同一个 Apple ID 啊，但是4个邮箱。那么其实这种情况下，在我的 iPhone 设置里面，我是可以看到5个选项的，就是有5个勾，上面5个，下面5个，一共10个勾。那你可以就是我可以从我的4个 Apple ID 的注册邮箱当中任选一个，或2个，或3个，或4个，作为我的主叫和被叫的联系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信息是我在做 FaceTime 诈骗那期节目没有重点提到的，也可能就没提到。那我觉得还是有点重要，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个信息啊。如果您在意的话，你可以按照我今天讲的这种方式，你把它改一改，把电话号码去掉。反正这个东西也在国内也是小众嘛，能够用 FaceTime 联系你的人，应该都是非常好的关系。那么你就跟他说一下，以后就是用这个 Apple ID 联系就好了。这个我觉得也无伤大雅嘛。顺便也可以跟您的家人或朋友去讨论一下，你为什么这么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聊天的话题，就像我跟您聊天一样。
啊。好，那这个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想跟大家聊的内容。然后呢，其实还有3个，其实还有我有聊3个，我已经聊好1个了，然后我再聊一下第二个吧。第二个是我自己为自己的节目想做一个更正啊，因为我在瓜子泡茶听 iPhone 的第3季第51期节目，讲 iPhone 内置 App 当中的邮件 App 这一期里面，我录制节目的时候有提到，有带到一句话，是先有网页端的邮件，然后再有客户端，大概是传达了这样的个意思。我是有意这么传达的，因为在我录制节目的时候，我自己就认为就是这样子的。但是过了蛮长时间了啊，因为现在我们已经102期了嘛，但是这个节目是51期啊。那么我看到有观众在下面补充留言说，其实是先有的邮件客户端，然后才有的邮件网页端。那我就去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发现确实当时是我说错了啊，这位观众说的是对的，然后我也在这期节目的下面跟进了留言，感谢了他的纠正，并且把这位观众的留言在那期节目下面给置顶了。所以大家如果再去看那期节目，你如果但凡点到留言最上面的一个，就应该能够看到这个。那在我查资料的过程当中呢，我也顺便了解了一些电子邮件的小知识啊，也就是说，刚一开始有电子邮件的时候，确实是只有用客户端的方式的，就是你没有一个办法是通过网页直接登录到服务器上去使用的，你只能装一个邮件的收发邮件的 App， 然后来去使用。那到后来互联网更盛行，浏览器更盛行的就是那个年代，就是 IE 那个年代，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如果我的邮件能推出一个网页版，那就不那这个我的邮件的用户呢，就可以不局限于在自己的电脑上。那他在网吧里面，早年网吧很流行啊，因为这个还没有移动互联网嘛。那么在网吧、在公司、在任何非自己的电脑上，他只要打开一个网页客户端，就可以查收邮件了。那否则的话，他只能在自己的电脑上，你也不可能在人网吧或者公司的电脑里面随便装一个邮件客户端吧。然后你登录自己的账户，就算可以允许你这么做，那你也会有隐私的问题。你不用的时候还得把它卸载了。那每天上班装个软件，配置一下账户；每天下班再删个软件，删除一下账户，这还不够累的，对吧？所以就后来才有的网页客户端，而当时做网页客户端做的最有名气、打的最响的一个电子邮件就是 Hotmail。现在 Hotmail 已经没了，就被 Outlook 取代了。但是如果你早年申请过 Hotmail 的邮件，像我就有一个 Hotmail 的邮箱，那么到现在仍旧可以用，只不过你在登录的时候，你登录的是 Outlook.com 而不是 Hotmail.com 了。你即便输入 Hotmail.com， 它也会自动跳转到 Outlook.com 的。啊，这是一个我因为一个错误，然后去查资料又重新了解到的一些有趣的小知识点啊。也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啊，虽然我觉得对整个节目的传达的信息无伤大雅，但是这毕竟是一个需要正式的去面对的问题啊，真的是我说错了啊，这个地方就是一定要及时的更正啊，并给大家以诚挚的歉意啊。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这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啊，所以我一直在说，我今天还把我的那个 YouTube 主页的那个介绍的那个页面加了几行字，就是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并不认为这个我的频道就是完全是我一个人说的算，我想怎样就怎样，我更喜欢的是我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啊，让大家在我的这个抛砖下面能够有更多的有趣的话题可以去聊，然后大家一起去学习。所以与其是说每天给大家录节目，也很开心啊，这录节目也很开心，我的兴趣所在。
那更让我觉得有趣的这个享受的是看和回复，还有跟大家一起去讨论啊，在评论区、在留言区这个过程啊，让我觉得更加的开心。那最后呢，也是一个用户的留言啊，他用短短的几行字，把我的这个之前连着几期节目给大家洗脑，去讲这个新的 App 的这个打开和管理方式啊，用非常实操的语言去总结了一遍啊。我看完了之后，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把我的日常使用给具象化了啊！我自己做节目的时候都没有想到给大家举这么完美的一个例子啊，所以在今天这期视频的结尾呢，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翻，它是留言在我第4季节目的第101期里面讲搜索啊，培养搜索习惯的这一期下面有一个留言啊。他说我是这样使用桌面的，只保留一个页面，往左滑是负1屏，放常用的 widget， 往右滑是 App 资源库，后面我就不念了啊。那你如果想看原版，您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啊。那我在这个视频里呢，想把这位这个观众所说的这个情景啊，我拿一台手机现场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些比较基础的用户还是比较有必要的啊。那你如果觉得想向这个新的习惯靠拢呢，你正好随着我的操作视频，你可以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它是怎么设置的啊。那请看我的屏幕啊。那在这个正常的手机，还是我是样机啊，我没有那么多的软件，我只有2屏，对吧？那第一步，我建议大家先翻到副屏，这个叫负1屏，对吧？负1屏里面放的是什么呢？全是小组件。那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更多的去讲应该放什么了，这个纯粹是个人爱好啊。长按以后点加号，你就可以加任何你喜欢的小组件啊。然后呢，不喜欢的可以点这个减号去移除啊，点减号去移除就好了。那总之，在这个副屏里面放一些你最常用的 App 的小组件，或者你最常关注的这些信息就行了。那么副屏放完了之后，到这个主屏的时候呢，还是像我说的一样，点这个页面，然后只留第1屏，对吧？把后面的全给隐藏掉，然后点完成。这样的话，你就只剩1屏了，对吧？只剩1屏和 App 资源库了。这个框架就打好了。那负1屏，然后主屏幕只有1屏，然后就是 App 资源库，对吧？那么在主屏幕上再做2个操作，长按，然后我就删除一个小组件啊，然后我再点一个加号，我会加一个小组件。你可以加一个叠放啊，这个叫智能叠放，看到吧？智能叠放，点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大小，比如说我就选最小的这个，然后我把它，好的啊，我把它拖到这个位置。那我还是比较喜欢上面放2个小的啊。好，那智能叠放的好处是什么呢？也是更多的交给人工智能。iPhone 可以根据你的使用习惯，在你不同时间打开主屏幕的时候，去自动的切换这些他认为最适合你的这些小组件。当然这里面的每一个小组件你都是可以改的啊。比如说我可以长按，然后点这个编辑叠放，然后你会看到这些里面有这么多。那你说我有一些像不像音乐，我根本就不要的，我可以把它这个就删掉啊，移除，把你不需要的这些你可以移除。然后呢，你再点加号，放一些你需要的进来。但是你看到这边这个页码了吗？它可以放好几页，对吧？那你把你常用的都放进来以后，这就叫叠放。那么 iPhone 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使用习惯来进行轮替了。你可以看到智能轮换，你可以把它打开；小组件建议你也可以把它打开。那这2个就是让 iPhone 的智能的功能更加的帮助你高效的找到你所需要的信息跟 App。每一个小组件都是一个 App 的入口。比如说我这里是一个照片的小组件，
那有了这个照片小组件，我就可以把这个照片 app 给移掉了，因为我就不需要再点照片 app 才能进来，我点照片小组件也可以进来的，这就是照片 app。那同样的，有这个提醒事项的小组件，我就可以把提醒事项的 app 图标去掉了，因为我直接点这个就可以进入到提醒事项了。那我想这个道理大家应该明白，对吧？不要重复了。我这儿有一个提醒事项的小组件，我这来个提醒事项的图标，那不是占用空间吗？啊，这俗话称占着茅坑怎么着来着？啊，那后面我就不给大家详细的再去挪了啊。然后，这位观众提到的一个最精华的要点是什么呢？在你的唯一的这一个主屏幕上点添加，然后去找到一个叫做，让我找一下啊，找一个叫做 Siri 建议，那这里 Siri 建议把它打开，然后你会发现 Siri 建议里面啊，它有很多，它建议很多的东西，像后面这2屏呢是快捷指令了啊，后面这3屏，但是其中有一项我们2个最推荐的。我们2个就是 App 建议啊，这个我也是这么用的，但是我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我没有特意的去给大家说这个问题，但这位观众提出来，我觉得非常好。那把这个添加到你的主屏幕上，那我个人的习惯呢是把它放到最下面啊，注意不是最常用的放最上面啊，是如果拿这一个页面来讲，是最不常用的放最上面，最常用的往下放，因为你的手最容易够到的是下半截，不是说1、2、3、4、5、6，按照我们平时习惯，不是这样的，这是反的啊。那你看到，当我把这个 Siri 建议放到最下方之后，它最后的这2排 app， 你现在抖动的时候，你看它是有一个框框的，你知道它不是你自己排列的，是 Siri 建议。但是你点一下完成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框框就没了。它跟你自己排列的一样的，但是最后的这2排8个 app， 它就是会根据你日常的使用习惯、使用频次，去智能的在不同的时间当中去调整顺序的。这2行就天生的能够解决你60%的打开 app 找 app 的需求了，因为它不断的在变。而且你越用越好用，它是不断的在学习你的使用习惯去替换这些 app 的，所以这样的是最高效的一种方式了。想看一些简单的信息，什么股票啊、天气啊，直接负1屏小组件，所有的信息、电池电量什么全在这里啊。那如果想找 app， 你一解锁，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界面。如果这里面有自己放8个啊，其实不是。其实是12个，对吧？这2行还有这 dock 上一行，自己放12个，然后8个呢交由 Siri， 还有2个小组件，这边其中一个还是智能轮替，当然你可以把它2个都做成智能轮替，那这一屏就能够解决我认为你接近80%甚至还要高了，那你只可能有20%不到的几率你才会滑到这儿来，那因为我这个挤过来了8个嘛，对吧？要做就做得好一点，把这个给删掉。只有1屏啊，只有1屏，那过来就是 App 资源库，那就这么1屏，不断的轮替，对吧？那如果这一屏在20%的机遇那个满足不了你的几率当中，那怎么办呢？你有2个选择，一个是这个，那在这儿用分类的方式找，或者是在这里下拉用音序的方式找，这2个都可以。但这2种方法往往在于你不太确定这个 App 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但如果你确定你现在要找的 App 叫什么名字，100%能叫得出它的名字，然后在这个屏上又没看到，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下拉搜索了。那这个就是最推荐的、最高效、最快速的去管理现代的 iPhone 所有的 App 的方式。我个人认为啊，现在不是个人了，我和那位留言的观众，我们俩同时认为这个是最高效的方式，所以今天通过一个实操按部就班，按照步骤，不管你的程度是怎么样的，都可以按照我的这个方式去把你自己的 iPhone 去修饰一番。当然，再把话拉回来，这是一个使用习惯的改变，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或者有能力能拿出这些思维成本去进行改变的。
那我觉得还是本着一个因人而异的原则，自己买的手机自己想怎么用随意，我只是给大家提供另外一种思路而已。如果你觉得你自己那种方法好，甭管你自己是什么方法啊，那你是仍然可以沿用自己的方法。我只是为大家提供另外一个思路。如果您感兴趣，有这个好奇心，可以去试试看。你试完觉得不好，再回去就完了。好，那以上3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